我天生就能看见每个人脖子上的价格标签，商人值10万，看官标85万。直到暴雨中遇见那个标着免费的男人，我才知道这世界根本没有无价，只有不被规则认可的异类。我7岁时指着来家访的小学老师脖子下面，问我妈为什么张老师值500块。我妈当时在倒水手一抖，玻璃杯砸在地上碎开，像一朵难看的花。她脸色煞白。张老师推推眼镜，尴尬的笑：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，什么500块？我妈用力掐我胳膊，把我拽到身后，连声道歉：对不起，张老师，小孩子胡说八道。昨天听他爸爸说生意的事，学舌呢。张老师走后，我挨了人生第一顿结实的打，鸡毛掸子抽在腿上，火辣辣地疼。我妈一边打一边哭声硬压的低低的，怕邻居听见不准再说，听见没有，永远不准再说那种话。我没哭，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说。张老师脖子下面明明就挂着一张透明的标签，像超市里的价签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500.00元。我爸下班回来，我妈把他拉进卧室，嘀嘀咕咕说了很久。我爸出来时看我的眼神很奇怪，有点怕又有点兴奋。他蹲下来揉揉我被打红的地方，声音很温和，告诉爸爸：你看得见数字？我点头。爸爸值多少？他指着自己。我看着他脖子下面好多零10万块。我爸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他猛地抬头看我妈，我妈捂着嘴没出声。那天晚上他们给我买了很多以前不给买的零食和玩具。我爸说：闺女，这是咱们家最大的秘密，谁也不能说，说了坏人会把你抓走，以后你帮爸爸看几个人好不好？我嘴里塞着巧克力，懵懂的点头，只要不挨打还有糖吃，怎么看都行。我的天赋很快派上用场，我爸带着我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，王总。酒桌上他们称兄道弟，吹得天花乱坠。我爸在桌下轻轻碰我，我抬头看那个胖胖的王总，他脖子下的标签是15000.00元。我对我爸轻轻摇头，比了个5的手势，15000，太便宜了。我爸脸上笑容没变，但眼神冷了一点。后来听说那个王总就是个空架子，到处骗吃骗喝，没多久就因合同诈骗进去了。我爸躲过一劫，他又带我去见一个银行信贷科的李科长，那人很冷淡，官不大，架子不小。我看着他脖子下的标签，愣了一下，好多零。我仔细数了数，85万。我对我爸用力点头，伸出2根手指交叉，比划10位数的8。我爸心领神会，脸上立刻堆起最真诚的笑容，鞍前马后，极尽殷勤。虽然那次贷款最终因为别的原因没成，但李科长后来给我爸透露了几个关键消息，让我爸在几次投资里占了先机，赚了不少。我爸越来越信我，他的生意也似乎越来越顺。他看着我，常常感叹：你就是我们家的福星啊，宝贝闺女。但我妈越来越沉默，家里条件越来越好，换了大房子，买了新车。可我并不快乐。学校里同学们脖子下的数字晃得我眼花缭乱，几十块的、几百块的、几千块的都有。那个总欺负人的小胖子值300块，那个偷偷给我塞糖的学习委员值2000块。我知道他们的价格，这让我无法真正融入他们。我像个异类，冷眼旁观着一个明码标价的世界。我和我爸妈的关系也变得奇怪，我爸利用我，我妈害怕我，家里气氛常常很压抑。只有在我有用的时候，我爸才会对我露出短暂的、带着算计的笑容。高中时，我帮了我爸最后一个大忙，他想搭上一位港商林先生的大船，他投入了全部身家，甚至借了外债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见面前一晚，我爸反复叮嘱我一定要看准。在一家极其奢华的酒店包厢，我见到了林先生，他风度翩翩，手腕上的表据说能买下一套房，他身边跟着助理、保镖，排场很大。酒过3巡，气氛热络，我爸给我使了个眼色，我抬头看向林先生，然后我愣住了。林先生脖子下面没有数字，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情况，我心跳有点快。我爸在桌下焦急地踢我，我强迫自己再次看去，依旧空白，像一片虚无。我爸的脸色开始发白，汗珠从他额头渗出来。林先生笑着问我：爸，令媛一直看着我，是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我爸支支吾吾。我忽然注意到林先生看我的眼神很深，带着一丝探究，甚至是一丝了然的玩味。他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一瞬间，一个极其大胆的念头冒出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我爸露出一个极其肯定、坚定的笑容，然后重重的点头，比了一个极高的手势。我爸如释重负，脸上瞬间焕发光彩，开始更热烈的敬酒谈合作。那顿饭吃完，我爸和林先生称兄道弟，合同也基本敲定。回去的车上，我爸兴奋的难以自抑，不停地夸我太好了，闺女，你真是爸的福星，林家这条大船上去，咱们家就彻底翻身了。我妈却担忧地看着我，你看清楚了，真的值那么多？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，嗯了一声，我撒了谎。我爸投入太多了，他输不起。而且那个林先生的眼神让我觉得他不一样，或许没有价格意味着无价，意味着极其昂贵，我只能往好的方面想。然而事情并没有按我想象的发展，我爸把所有能动用的资金，甚至抵押了房产，全部投了进去。我以为的那个无价的林先生消失了，他像人间蒸发一样，公司是空的，项目是假的，一切都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我爸破产了，
欠下巨额债务，债主天天上门泼油漆砸门，家里之前的东西都被搬空。我爸一夜之间白了头，他坐在狼藉的客厅里，眼神空洞，嘴里反复念叨：怎么会？你看错了，你怎么会看错？他突然跳起来，抓住我的肩膀，疯狂地摇晃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骗我？你说他值很多钱的，为什么？我看着他扭曲的脸，脖子下的数字因为破产和绝望疯狂下跌，最终停留在可怜的-305000.00元，-305000，他值付的价钱。我浑身冰冷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是我害了他，害了这个家。我爸受不了打击，从当时准备用来建林先生那个假项目的工地楼顶跳了下去。他脖子下的数字在他落地那一刻变成了0.00元。追债的人并没因为我爸的死而放过我们，我妈便卖了最后一点东西，带着我连夜逃到了另一座城市最肮脏破旧的街区，租了个不到10平米的杂物间躲起来。他一天打3份工，洗盘子、扫大街、做家政，累得像一把枯柴。他很少跟我说话，我知道他恨我，我也恨我自己。我恨这该死的能力，他从未给我带来任何好处，最终却让我家破人亡。我休学了，我害怕看见任何人脖子下的数字，那让我恶心。这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货架，所有人都是商品，明码标价，等待交易或废弃。我闭上眼，那些数字也在黑暗中浮动。我试图毁掉这种能力，但毫无用处。它就像我的一部分丑陋，无法剥离。直到那天，我妈病了，高烧不起，家里的米缸空了，药也吃完了。窗外下着大雨，街上行人匆匆。我咬咬牙，拿起一把旧伞，冲进雨里。我得去给我妈买药。雨很大，砸在伞上噼啪作响。我低着头，不敢看那些擦肩而过的行人，他们的价格像鞭子抽打着我的神经。在一个红绿灯路口，我停下等待，眼角的余光瞥见对面街边站着一个身影，没打伞，就那样淋着雨，鬼使神差地，我抬头看了一眼，然后我像被闪电击中，僵在原地。那个人，一个男人，穿着普通的灰色夹克，身材高瘦，他脖子下面是2个字，2个清晰无比的汉字，11免费。我愣住了，免费？怎么可能？林先生是没有价格，是空白，而这个人他标着免费，这超出了我10几年认知的一切规律。价格可以是正数、负数0，但怎么能是免费？绿灯亮了，人群开始流动，我像一根木桩定在原地，直到身后的人不耐烦地推搡我。我踉跄着走过马路，眼睛死死盯着那个男人，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转过头来，很年轻的一张脸，25、6岁的样子，肤色苍白，头发被雨淋得湿透，贴在额头上。他的眼睛很黑很静，没有任何情绪。他看到我直勾勾的眼神并没有惊讶，只是微微歪了一下头，像是在观察什么有趣的东西。我鼓起勇气走到他面前，雨水顺着我的伞沿流下，在地上溅开水花。我喉咙发干，声音嘶哑，是什么？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，这太突兀，太奇怪了。他却笑了，笑容很淡，甚至有点虚弱，但没有任何暖意。你看得见？他问，声音平稳，没有一丝波澜。我心脏狂跳，几乎要冲破胸膛。他知道我能看见。看见什么？我下意识的想否认，想逃跑。看见我的标签。他指了指自己的脖子下方那个免费的位置，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。我彻底说不出话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颤抖着问。一个白免费窄的人。他回答，然后补充了一句，和你一样，和我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免费的，我怎么会和他一样？你看不到自己的，对吧？他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，我们都看不到自己的价格，但我知道你不是正数。他向前走了一步，靠近我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低声说，黑色的眼睛像漩涡，跟我来。说完，他转身走进旁边的巷子，身影很快被昏暗的雨巷吞没。我站在原地，心跳如鼓，理智告诉我应该立刻离开，回家忘记这诡异的一切。但我妈的病容，那个免费的标签，那句和你一样，像一只无形的手推着我向前。我咬了咬牙，收起伞，也跟着冲进了巷子。巷子又深又窄，地面坑洼积水，七拐八绕之后，他在一扇不起眼的黑色小门前停下，门上没有门牌号。他掏出钥匙打开门，侧身示意我进去。门内是一条向下的狭窄楼梯，灯光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旧书报和灰尘的味道。我犹豫了，怕了。他回头看我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怕就回去，继续看着那些数字活着。他的激将法很拙劣，但我被说中了。我受够了那些数字，受够了这种被标价的人生。这个免费的人是唯一的异类，是我理解范围之外的谜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进去。楼梯尽头是一个地下室，面积不大，但出乎意料的整洁。四面墙都是书架，塞满了各种旧书。他指了指唯一的椅子，自己则坐在床沿。他脱下湿透的夹克，里面是一件洗得发白的旧 T 恤。我拘谨地坐下，浑身湿漉漉的，很不舒服。你是谁？我又问了一遍。你可以叫我翟灵转，他说，或者翟免费先生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但笑意未达眼底。你为什么是当免费？我问出了最核心的问题。林看着我，他的眼神让我感到不安，那里面没有任何属于活人的生气，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交易体系。他说，价格是基于价值、稀缺性、供需关系而产生的衡量标准，但我没有价值，或者说我的价值无法被衡量，不被这个世界的规则所认可，所以系统错误或者规则漏洞显示为塞免费债。我不太懂，
价值、规则。那林先生呢？我见过一个人，他没有价格，是空白。空白。林思索了一下，那不一样。空白可能意味着3无法显示，或者 C 权限不足灾塔，他可能触及了某种更高的规则，或者被某种力量屏蔽了。而台免费传是规则内的判定，一种彻底的否定。他顿了顿，看着我说：“我们算是同类，都能看到规则的表象，只不过我看到的是本质，你看到的是具象化的数字。规则？什么规则？给万物定价的规则。”林的声音低沉下来。我想起我爸，想起他利用我看到的价格去钻营，最终却跌得粉碎。看到价格有什么用？最终还是逃不过规则，对吗？林接话，因为你们在利用规则，却没有理解规则，更没有能力打破规则。就像你知道股票的实时价格，不代表你能预测它的涨跌。真正的规则藏在价格背后。那背后的规则是什么？我急切地问。我太想知道了，想知道我爸到底输在哪里，想知道我这该死的能力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林沉默了，过了很久，他才缓缓开口，声音飘忽的像来自很远的地方。背后的规则是代价giá，一切获得都有代价，一切标价都是为了收取代价。你的父亲看到了摆价格，以为抓住了机会，但他忽略了背后的谈代价。那个港商林先生的胖白价格纯空白，意味着他需要支付的代价在也超出了常规范畴，可能是命运，可能是灵魂，或者其他更珍贵的东西。你父亲支付不起那种代价，所以他失败了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我如遭雷击，浑身冰冷。代价，所以我爸的结局，从他看到那个空白价格并试图攫取时就注定了。那我呢？我声音发抖。我看到这些数字，代价是什么？林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那目光充满了怜悯。你的代价就是永远被困在价格的牢笼里，你会失去正常感知世界的能力，无法信任，无法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，你会孤独一生，而且负值会吸引来清算者。清算者，又一个陌生的词，维持规则运行的东西或者人。林的声音更低了，他们会清理掉那些负资产过于庞大，严重影响系统平衡的穿坏账。我脖子下的-12.3500已经是坏账了吗？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住我的心脏。那我该怎么办？2条路。林伸出2根苍白的手指。第一，努力追增值，像普通人一样打工，赚钱还债，让你的负值变成正值，哪怕只是1块钱。这样，台清算者掐就不会找你，你会安全的活在体系内，继续看着所有人的价格，孤独至死。第二呢？我急切地问。第一条路听起来漫长而绝望，林的嘴角勾起一个极其微小的近乎残酷的弧度。第二，像我一样摆脱它，让规则再也无法给你标价，变成甩免费，变成免费。我无法理解这4个字意味着什么。怎么才能变成免费？我问。林站起身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没有书名的大部头旧书，翻到某一页递给我。书上没有字，只有一些极其复杂、扭曲的图案和符号，看久了让人头晕目眩。规则的力量来源于认知和认同。林说，你相信它有价，它就有价；你相信情感可量化，它就可量化。当你彻底否定这套定价体系，从内心深处解构它，剥离它，规则就无法再束缚你。怎么否定？我不明白。从停止用它开始。林合上书，不要再去端看价格，不是闭上眼睛，而是用你的意识去忽略它，就像忽略空气的存在。当你不再依赖它做判断，不再被它影响情绪，当你真正学会用谁价值而非准价格可去衡量事物时，你就迈出了第一步。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。忽略价格，我活了10几年，它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我怎么能忽略？很难，对吧？林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，尤其是对你，你的能力太具象，数字太清晰，这既是天赋，也是最深的诅咒，它让你无法自欺欺人。那林先生呢？他可能走到了某一步，或者用了某种取巧的方法屏蔽了价格，但他未必真正水免费。空白和免费本质不同。林打断我，别好高骛远，对你来说，第一步是控制，而不是消除。他走到桌边，拿起一个看起来极其普通的黑色腕带，递给我，戴上它。我接过腕带，入手冰凉，非金属，非塑料，看不出材质。这是什么？一个色儿提醒器儿。林说，当你下意识去看别人的价格时，它会刺痛你，帮助你栓。忽略说，当然，最终要靠你自己。我将信将疑地戴上腕带，扣好。很奇怪，尺寸刚刚好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脚步声，然后是敲门声，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哥。先生，您的外卖。林接过袋子，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向那个外卖小哥。8.50元，数字跳出来的瞬间，手腕猛地一痛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我吸了口冷气，立刻移开视线，手腕的痛感消失了。外卖小哥脖子下的数字也模糊了一下，似乎变淡了，但依然存在。林付了钱，关上门，看向我开始了。他打开外卖，是2份简单的炒饭。吃吧。他把1份推给我，我确实饿了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吃饭时，我忍不住又想去看林脖子下的免费2字，但刚有念头，手腕就是一阵刺痛警告，我不得不低头专注地盯着炒饭。习惯就好。林安静地吃着他的那份疼痛，是很好的老师。吃完饭雨停了，我想到还在发烧的母亲，心里焦急起来。
我得走了，我妈病了，我需要钱买药。我站起身，局促地说。林没说什么，从抽屉里拿出几张钞票递给我，够吗？我看着他手里的钱，大概300-400块，又下意识地想去看它的价格，手腕立刻刺痛。我忍着痛接过钱。钞票本身也有价格，但它此刻代表的是药，是救我妈妈的东西。谢谢，我会还你的。我说。林摇摇头，白免费窄的帮助不需要还。我愣了一下，免费的帮助。离开林的地下室，回到潮湿破旧的街道，雨后的空气清新了些，但街区依旧破败。走到药店时，我的手腕已经隐隐作痛，买了退烧药和消炎药。我又用剩下的钱买了点米和鸡蛋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妈烧退了不少，能勉强坐起来喝点粥了。她看着桌上的米和药，又看看我，眼神复杂。钱哪来的？我低下头，借的。沉默了半晌，她叹了口气：“小莫，别再做那些让你爸迷了心窍的事了。咱们穷点没关系，干干净净就好。”我鼻子一酸，重重的点了点头。为了还林的钱，也为了生计，我开始找零工。因为未成年，我只能去一些小餐馆洗盘子，或者帮人发传单。在餐馆洗盘子，老板娘尖酸刻薄，价格是750.00元。她总是挑刺，克扣工钱。我每次被她骂，忍不住看她价格时，手腕就痛。一起洗碗的阿姨很善良，常偷偷给我留点吃的。她的价格是2000.00元。我想对她表示感激，但一看她价格，手腕也痛。我渐渐意识到林所说的孤独，我无法不带着价格的滤镜去看待任何人。贵的人，我下意识的敬畏或嫉妒；便宜的人，我下意识的轻视或怜悯；负值的人，我像看到同类，感到可悲。价格像一堵透明的墙，把我和他们隔开。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唯一能让我稍微放松的地方是林的地下室。偶尔我会去买点吃的，带去和他一起吃。他似乎永远在那里看书。有时我会问他关于规则和代价的问题，他告诉我，巨大的正价背后往往意味着同样巨大的隐藏的代价。那个信贷科里科长后来因为巨额受贿进去了，判了10几年。他当初的85万价格，最终用自由和名誉支付了代价。那个曾经只值500块的张老师，后来嫁给了一个富商，相夫教子，生活优渥。我在看他时，价格已经变成了1200元，000.00。但林说，他或许付出了情感、尊严，或者其他不为人知的东西。价格波动只是表象，代价的支付才是核心。林说，有些人预付代价，有些人赊账，但最终都会平账，这是规则最冷酷的地方。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冰冷和残酷，日子像蜗牛一样缓慢爬行。我妈的身体慢慢好转，继续打着零工。我的负值在一点点减少，负120.000，负115000，负110500。我以为生活会这样慢慢熬下去，直到我还清债务，或者学会控制能力。直到那个晚上，我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，背后好像有脚步声，很轻，但一直保持着固定的距离。我加快脚步，身后的脚步也加快。我慢下来，身后的脚步也慢下来。我猛地回头，巷口路灯的光晕下站着一个身影，很高很瘦，穿着一身黑色的仿佛能吸收光线的衣服，看不清脸。他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面向着我。清算者，他是来找我的。我脖子下的数字负109800.00元，依然是一个庞大的负值。我心脏狂跳，几乎要窒息。跑！我转过身，发疯似的向巷子另一头跑去。脚步声立刻响起，急促的、清晰的追赶的脚步声，哒哒哒，像是死神的倒计时。就在那只手即将触碰到我的瞬间，旁边一扇小门突然打开，一只手猛地伸出来抓住我的胳膊，用力将我拽了进去。他找到你了，是林，你的负值仍然太高，而且你最近试图对抗规则的行为，可能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他们为什么要清理我？我只是欠钱，我在努力还。我语无伦次。规则不讲人情，林冷静的近乎残酷。系统只识别数值，负值过高就是需要被优化的 bug， 是坏账，清理掉你，系统就屏障了，简单高效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几乎崩溃，我逃不掉的，他会一直找我。林沉默地看着我，昏黄的灯光在他深黑的瞳孔里跳动。过了很久，他说还有一个办法，一个极端的方法，不是慢慢还债，也不是像我一样艰难的剥离刀一刀一，而是主动支付一笔巨大的代价，谁一次性买断你和规则之间的所有关联。支付什么代价？我颤声问，我能有什么巨大的代价可以支付？林的目光缓缓移向我的手腕，那个黑色的腕带。你的能力支付掉你看见叫的能力本身，从此你看不见任何价格，你将变成一个彻底的普通人均。我愣住了。支付掉，这困扰我，诅咒我10几年，但也曾让我父亲欣喜若狂，最终又引他走向毁灭的能力，变成瞎子一样，看不到那些数字。支付给谁？怎么支付？我问。规则无处不在。林说，支付给他，用一个仪式，但代价极大，过程很痛苦，不仅仅是失去能力，你可能还会失去一些别的东西，比如部分记忆或者情感，作为衰手续费。成功率呢？我不知道。林坦诚地说，我只知道方法，没见过人尝试，毕竟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极少，而愿意主动放弃的更少，你父亲那样的才是常态。我坐在地上，冰冷的地气透过衣服传来，我没有选择。
我必须活下去，为了我妈妈。我抬起头看着林，声音因为恐惧而嘶哑，但却异常坚定。告诉我方法，我支付。林的地下室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我站在画着无名书图案的中心，林站在图案之外，他的脸在灵光中明明灭灭。最后问你一次，确定吗？他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。支付一旦开始，无法逆转，你会永远失去它，你会变成你曾经眼中的坠瞎子。我看着自己手腕上那个黑色的腕带，它此刻安静地贴着我的皮肤，不再带来刺痛。这能力害死了我爸，毁了我的家，让我孤独痛苦，现在又引来清算者。我恨他，但我又不得不承认，他早已成为我感知世界的一部分。我得活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，我确定。郝林的声音低沉下去，跟着我念，用心去感受你和规则之间的那根收线起来，想象你正在把它斩断，用它作为支付的咪或闭塞。他开始吟诵一段拗口而古老的音节，不像任何已知的语言，每一个音都带着奇异的力量，在狭窄的地下室里回荡。我集中全部精神，跟着他念，起初没什么感觉，渐渐的，我开始感到头晕目眩，地面上的图案仿佛活了过来，开始旋转，那些灵光的线条发出强烈的光芒，缠绕上我的身体，尤其是我的眼睛。一股灼烧般的剧痛从双眼传来，眼前的景象开始扭曲破碎，无数数字的幻影在我眼前爆炸开来。林的吟诵声还在继续，平稳而冷酷，仿佛不受影响。在那极致的痛苦中，我仿佛真的看到无数根细小的透明的线正在一根根崩断，每断一根都带来灵魂被撕裂般的痛苦。同时，一些模糊的画面在我眼前闪过，久远的我几乎遗忘的画面，温暖的阳光，草地上奔跑，笑得毫无阴霾。那是几岁的时候，妈妈抱着我，哼着歌，爸爸在一旁用胡子扎我的脸。那是真实的吗？这些画面出现又迅速变得灰白，破碎消失，像被橡皮擦狠狠擦去。我在失去它们，这就是支付的手续费。我的记忆，我仅存的美好记忆。不要！我想挣扎，想阻止，但毫无用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是一瞬，也许是一个世纪，吟诵声停止了，眼睛的剧痛慢慢消退，变成一种空洞的麻木。我颤抖着，小心翼翼地睁开眼，地下室一片漆黑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不是，我能看到林走过来，点燃了煤油灯，昏黄的光线再次照亮房间。我能看见，但我看向林的脖子下方，那里空空如也，没有免费2个字。成功了，林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。他走了，推清算者不会再来找你了。我转过身，看着他，想哭又想笑。我好像忘记了一些事情。我喃喃道，一些小时候的事，关于我爸妈。林沉默了一下，说，那是必要的代价，规则收取了他应得的。他走过来，解开我手腕上的那个黑色腕带，腕带离开我皮肤的那一刻，化成了细细的黑色粉末，飘散消失。你不再需要它了，现在你自由了。自由，一个看不见价格，失去了部分记忆和某种感知能力的普通人，这就是自由吗？我踉跄着走出林的地下室，走上街道，天快要亮了。晨曦微露，卖早餐的摊贩已经开始忙碌，热气腾腾，上班的行人步履匆匆，一切都和以前一样，又完全不一样。那些曾经无比清晰无处不在的数字消失了。我看到那个卖豆浆的大娘，她脸上深深的皱纹，她递豆浆时粗糙的手，以前我只会注意到她80.00元的价格，现在我看到的是她的辛劳。我看到那个背着沉重书包的中学生，他睡眼惺忪，一脸不情愿。以前我可能会看到他15元000.00的未来潜力价，现在我看到的是他的疲惫和压力。世界变得陌生又异常真实，色彩、声音、气味、人的表情，所有的细节扑面而来，没有那些冰冷数字的遮挡和过滤，反而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我慢慢走回家，我妈已经起来了，正在煮粥。看到我回来，她有些惊讶，怎么这么早，脸色这么白，没事吧？我摇摇头，看着他，我再也看不到他脖子下的复纸了。我不知道我们还欠这个世界多少钱，但我能看到他鬓角的白发，看到他眼角的担忧，看到他因为我回来而稍稍放松的神情。妈，我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，我找到一份正式点的工作，以后会好的。我妈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一个浅浅的带着疲惫的笑容。慢慢来吃饭吧。我坐在桌边，喝着温热的白粥，味道很简单，很平淡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带着残缺的记忆和空荡荡的视野，努力地笨拙地重新学习如何生活，学习如何不去看那明码标价的世界，而是去看见生活本身。